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藏海传央八力推，赴山海却因演员番位争议陷入困境，这背后原因有哪些？这几天关于藏海传和赴山海的消息可谓是铺天盖地，从各自的播出时间到播出前景，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焦点。藏海传赴山海白纸热搜词条的出现，更是正显示全部不限量看优质回答私信答主深度交流精彩内容一键收藏。在影视圈这片风起云涌的江湖中，各路剧组犹如武林高手，为求一席之地各显神通。然而赴山海剧组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又发人深省的闹剧，最终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尴尬境地。故事还得从那场突如其来的风波说起。赴山海剧组女演员的辱华言论，宛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平静的舆论湖面激起了千层浪。诚意的粉丝们怀着对偶像的热爱与维护，不辞辛劳地将这一丑闻扒出。刹那间，网友和媒体纷纷群起而攻之，抵制之声如潮水般涌来，将赴山海剧组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这场风波背后，赴山海剧组的种种操作实在令人费解。5月，这个看似平常的月份，既非热闹非凡的暑期档，也非黄金贺岁档，却成了赴山海剧组眼中的香饽饽。他们为何如此执着于这个档期，甚至不惜与备受瞩目的藏海传正面交锋？藏海传那可是由名导郑晓龙操刀，肖战领衔主演的权谋大剧，且将在央视8套播出，其影响力与关注度不言而喻。赴山海剧组却仿佛着了魔一般，不仅提速过审，对招商的惨淡结果视而不见，还一门心思的要与藏海传在播出时间上撞车。他们早早的便开始营销两剧对打低噱头，精心炮制播放率超高的营销通稿，仿佛已经胜券在握，妄图踩着藏海传的热度一飞冲天。可赴山海剧组为何如此执着于与藏海传捆绑？是对自身作品缺乏信心，还是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倘若他们能低调行事，不盲目跟风大规模营销，不贪图那所谓的5月档期，不刻意制造与藏海传对打低假象，或许这场闹剧本可避免。而诚意粉丝的不理智行为更是火上浇油。他们在网络上四处挑衅，以撩价为乐，将女演员辱华的舆论推向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最终赴山海剧组为自己的盲目与冲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部原本普通的网播古偶剧，非要与央视播出的权谋大剧捆绑在一起，简直是自不量力。如今赴山海剧组可谓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剧集能否顺利播出都成了未知数，还得花费巨额资金为辱华女演员换脸。而他们精心策划的营销，却意外地为藏海传做了嫁衣。网友们如今对藏海传的情况了如指掌，都知道它是郑晓龙导演，肖战主演，将在央8上星8月播出的权谋佳作。反观赴山海剧未播，却因女演员的辱华言论和荒诞的营销手段，被网友集体嘲笑。这不禁让人感叹，在影视圈这个大舞台上，坚持走正道，用心做好剧才是王道。肖战坚持正能量的演艺道路，藏海传剧组脚踏实地打磨作品，终会赢得观众的认可与喜爱。而赴山海剧组这场自导自演的闹剧，无疑给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莫要被一时的利益冲昏头脑，否则只会落得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下场。人民网提出的依法处理碰瓷爱国倡议，恰恰为这样的事件敲响了警钟。当情感绑架披上正义外衣，不仅会扭曲公共讨论空间，更会让真正的爱国情怀沦为流量工具。慎思才有万事周，碰瓷爱国，
同行业恶意竞争何时休？致力于新热剧资讯、影视解读以及剧中演员相关，换个姿势来追剧。肖战、张婧仪主演的《藏海传》自8月5日在央视8套和优酷开播以来，热度迅速飙升。云和很快就赶超折腰市占率稳居第一，最新更是以单日云和市占率33.6%的成绩刷新行业纪录，成为年度现象级爆款，创2025年全平台最高纪录。这部剧能有如此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剧情方面包含个人复仇、侯府争斗、国际博弈这3种维度权谋主线，而且反转较多。关于藏海的第3个仇人和面具人的身份，就引发了各种猜测。都快大结局了，大家都还在好奇他们是谁，这个钩子就牢牢吸引着观众。其实这部剧的剧情逻辑还是有不少问题的，很多转折显得生硬，权谋也显得小儿科，经不起推敲。之所以热度还是能断层第一，完全是人才剧。名导郑晓龙和顶流肖战坐镇，还有一众知名配角抬轿，可以说完全是一众实力派演员撑起来的。今天就给剧中8位实力派演技排名，看看和你所想是否一致呢？10，张婧仪饰演香岸图。香岸图作为东夏国质子公主，她表面是京城诊楼的神秘老板，实则蛰伏大雍10年，借诊楼经营情报网络，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肩负复国使命。这个角色打破大男主剧中工具人女主设定，智勇双全，具备布局、反杀、情报操控等能力。张婧仪的表演赋予角色鲜活层次，刁蛮、聪明、机灵，透露着古灵精怪的邪气。灵动的眼神和机敏的反应，演出了香岸图擅长察言观色的特点。与藏海的情感线也充满宿命感，两人出狱时互相试探，香岸图则以看手相、沐浴调情等暧昧互动突破心防。中元节游船戏中，两人惺惺相惜，但随着复仇推进，香岸图被迫在保护母亲、复兴东夏与守护藏海之间抉择，最终选择牺牲自己换取和平协议。9. 邵问饰演杨真。杨真是平津侯麾下的核心幕僚，藏海复仇之路上首个重要对手。联合楚怀明、瞿娇设计让藏海为太后殉葬，藏海则利用同样的命理逻辑反杀。杨真在当下看来就是恶领导典型，对下面人的打压就是职场霸凌。邵问用笑面虎式演技演活了杨真这个小人，但面对他的上司时，又是另一种态度，极其谄媚，表面谦恭，实际工于心计。在鸿门宴烫伤小芝、黄龄被反杀时的惊恐求饶等片段，细腻地呈现了角色虚伪、傲慢、阴险善妒、懦弱、惊慌的多面性。8. 乔振宇饰演永荣王爷。永荣王爷展现的权力威压远超平津侯、曹公公等角色。他看似慵懒随性，实则每一句话都暗藏试探与敲打。例如在夜宴上借钦天监位置不及敲打藏海，又以送礼门道揭露官场潜规则。其笑面虎特质让观众感受到封建权力体系下上位者对下位者的绝对碾压。乔振宇简直是古装反派专业户了，对藏海的教导堪称权谋范本。他拒绝直接收礼，却暗示通过中间人审用迂回操作，既规避受贿风险，又让藏海欠下双重人情。这种拐弯送礼的规则，简直是用阳谋婉转职场的典型案例。7. 白冰饰演六出。六出是面具人安排给藏海的3位师傅之一，是个风情万种的神秘女人，负责传授他情感防御术。白冰通过低眉、垂睑、贴近、善笑等神情，演出了六出魅惑的特点，让藏海都不敢正眼直视，是玩弄人心的情场高手。前一秒演播恋艳娇暧昧，后一秒冷刃锁喉娇断情。六出表情变得阴狠严肃，情绪转换还是很自然的，
将角色的深沉与柔情平衡得当。表面上他对感情不在意，有种淡淡的风感，实则极度渴望被爱。高明一碗热粥的关怀即令他眼神软化，暗示其强韧外壳下的孤独底色。6. 梁超饰演高明。高明是面具人给藏海安排的教谋略的师傅，他一出场就有民间高手那味道，而且还有善良幽默的一面。藏海小时候，他就时刻担心图会不会受伤。藏海来到京城后，他更是像个慈母一样，时刻挂心藏海，替藏海周旋官场、乔装行骗、化解危机的细节，都强化了其守护者形象。师徒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在藏海面前，他没有一点架子，更像是一个朋友，在藏海迷茫时开解他。但高明始终受制于面具人，不可能表露全部真心。很显然，他在和藏海相处中已经有了自主意识，后期他必会在面具人和藏海之间做出选择，很可能为守护藏海以悲剧收场。5. 钟汉良饰演蒯夺。钟汉良扮演蒯夺，是一个有着文人风骨和充满智慧的中年父亲形象。第1集灭门时的眼神戏就很抓人，将悲愤、绝望演得很有层次感，不少人看哭了。临死前望向儿子的眼神中有不舍和哀伤，极具感染力。也是因为第1集钟汉良出彩表现，吸引了大家继续看下去。没想到快结局时钟汉良又返场了，和东夏女王在10年前还有一段感情纠葛。因为他救下了被追杀时的女王，引得女王倾心，甚至想过把他和妻儿一起接到东夏去。虽然剧情挺抓马狗血，但看到钟汉良这张脸，大家又觉得能理解了。俊秀儒雅的模样，确实很容易让人动心。4. 邢民山扮演曹敬贤。曹敬贤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平津侯庄卢隐同为藏海的灭门仇人。比平津侯还要狠辣，他长期把控都尉司，通过安插一子一女形成庞大势力网，利用庄大对藏海的嫉妒心理，诱导其刺杀藏海并嫁祸平津侯，引发侯府与都尉司的正面冲突。邢民山的昆曲功底与角色阴柔特质高度契合，通过长刀大弓唱词暗喻其嚣张气焰。古典节奏与两军对峙画面形成强烈戏剧张力，被观众称为内娱反派美学巅峰。3. 肖战饰演藏海。作为挑大梁的男主，藏海无疑是最复杂的。原为钦天监监正之子智奴，幼年遭灭门后隐忍10年，化名归来以营造记忆和纵横之术复仇，融合了谋略家的冷静与复仇者的执念，表面谦卑隐忍，实则步步为营，实现从棋子到执棋者的惊人蜕变。藏海善用攻心未上的权谋手段，周旋在平津侯府和官场，一步步斗垮对手，利用敌人贪婪与猜忌达成目的，先后灭掉平津侯和曹敬贤2大仇人。他虽背负血仇，却始终未亲手杀人，通过布局让对手自食恶果。此外，藏海与香案图的情感线交织着利用与救赎，面对家仇国恨时选择割舍私情。肖战通过眼神虚实切换、肢体语言来展现藏海的层次。初期躲避仇视，处于底层总是被迫害，死里逃生后的颤抖破碎感满满。后期步步高升，锋芒显露，成了运筹帷幄的权谋高手，怒视平津侯。牢中对峙等名场面破碎感与气场并存，让人印象深刻。肖战给人的感觉很稳，演出了藏海的沉着冷静，眼神坚定，神情凝重，用微表情驾驭了每个阶段转变。2. 沙宝亮饰演楚怀明。楚怀明和杨真一样是个小人，能力有，但野心更大，心胸狭窄，为了自保和高升出卖蒯夺，顶替了他钦天监位置，如向曹公公下跪献媚，称对方为天机星等行为，被观众戏称为优雅华贵大师，展现谄媚逢迎的职场油滑形象。
同时暗藏心机，通过煽动同僚内斗，如挑唆杨真打压藏海、伪造天象等手段巩固地位，给人一种阴晴不定的诡谲感。但他不是藏海对手，错判中州大禹未及诏后自食恶果，罢官流放途中惨死。很多人一开始都没认出来楚怀明是沙宝亮演的，大家对他印象还停留在暗香时期，这应该是转型最成功的歌手了吧？楚怀明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网友将楚怀明的侥幸存活戏称为暗香残留。黄觉饰演庄卢隐。庄卢隐以护国大将军身份把控朝政，勾结宦官曹敬贤，利用堪舆之术与兵权操纵政局。庄卢隐一出场就有一种强烈压迫感，走路时大步流星，有武将那种势不可挡的气势。看向其他人时，眼神凌厉，傲视一切。强大的气场、霸气的动作和阴翳的眼神，透露出一个上位者多疑和傲慢的特点。黄觉的演绎被赞反派教科书，眯眼冷笑、摔杯斩舌等细节展现上位者威压，与藏海内敛隐忍形成强烈戏剧张力。庄卢隐最终被儿子庄之行亲手斩杀，他临终前夕对家族荣耀直面未消，又因藏海揭露其罪行而陷入绝望。这场父杀子局是为藏海复仇布局的高潮，借庄之行之手完成复仇，同时摧毁庄家权势根基。